说起呢，亚洲最廉洁的一个国家，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新加坡啊，但是真正的排名第一的并不是新加坡，而是日本啊。说到日本这个国家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好感，都有一种情绪，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日本对于这些贪污受贿的一个处罚机制，包括处罚力度，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无比的震惊。我了解之后呢，也是真的是震惊了我的一个三观啊。那么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先给视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您的支持呢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在中国呢，如果说你是贪污受贿，无论你跑到哪里被抓回来呢，顶多就是坐个牢而已。但是在日本呢，就完全不相同了。我有一个同学呢是在日本那边留学，包括在那边生活也有5年的一个时间了。他回国之后呢，基本上我们每次都会深入的做一个交流啊。就在前段时间11嘛，他回国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聊了蛮久，聊了整整一下午，聊了这个日本这个国家，包括日本对贪官污吏的一个处罚机制。整个跟他沟通下来，我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。今天呢，就分享给大家。在日本呢，他们会根据贪污受贿的一个金额划分了一个明确的等级啊，这跟咱们中国应该是大差不差的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处罚的一个力度啊，那是完完全全不能比，那是大不相同的啊。在这里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日元的一个汇率问题，要不然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说到日元，包括贪污受贿的金额，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啊。日元跟人民币的汇率大概就是1:20，也就是说1块钱呢可以换到20块钱的一个日元啊。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搞清楚，我就直接把他们的日元换成人民币的金额来说了啊。就是说在日本那边贪污受贿5000元以下这一个等级啊，首先呢会给予严重的一个警告，并且呢终身不得晋升啊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一辈子呢基本上没有晋升的一个希望了。如果你是一个科员，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个科员了。那第二就是贪污受贿5000以上1万元以下的，是处于3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啊，并且呢终身不得从事包括公务方面的工作、事业单位等方面的一个工作。那第三就是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，然后到1.5万之间的啊，就是要处5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，同时呢要没收你的财产，就是让你一无所有啊，直接一无所有，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没有了。那如果说呢你比较贪污1.5万到2.5万之间的啊，除了没收你的全部财产不说，而且呢如果你是一婚人士，夫妻2个人呢都有可能被判期有期徒刑20年啊，就是在监狱里面直接就待20年。那最后就是贪污2.5万以上啊，是要夫妻2人共同判30年的一个有期徒刑，在监狱里面直接蹲30年，而且呢子女是连坐制啊，子女也逃不过，子女呢还会被判10年的一个有期徒刑。并且呢，最为关键的一点，自己的家庭后代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啊，就是在5年之内呢，也不允许从事相关的政务方面，包括事业单位的一个工作啊，就连你后面注册公司，包括搞那种经营公司，也完全都是不行的。真的是一人贪污，然后全家的所有的自由、所有的权利基本上都被剥削完毕了。大家呢可以想想看，才贪污2-3万块钱，就是让全家的自由全部都没有了，让子孙后代的颜面呢全部都没有了，是何等的严苛，何等的严厉。此时此刻呢，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感觉这个犯错的成本也太高了吧？这个日本也太苛刻了吧？但是呢，据说呢还有一个更高的、更森严的一个制度啊，那就是家族连带制啊，不仅会牵扯到你的子女，包括你的亲戚呢也会被牵扯到。听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不寒而栗？在这种严苛的一个制度下，所有人谁敢去贪污，谁敢想贪污了，即使呢你有这个想法，你的家里人也不允许你这样做，因为呢你家里人呢无时无刻都在监督着你，都在监视着你，因为呢你稍不留神的一个贪污，都会让他们呢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深渊。如果说呢在日本你是一个公职人员，就不用社会的一个监督，在家里面呢你就会有无数只的眼睛就帮着社会来盯着你，来看着你啊。所以说在这种制度下呢，就是利用人性的一个弱点，让你身边的人，让你最亲近的人呢成为监督你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工具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，如果说我们国家也能制定这样的一个制度，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挤破头都要去考公务员呢？也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啊？大家觉得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吗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